好，关于这个军购哈，还在协商哈，它有2种协商的，一种是国民党里面的党团内部的协商，一种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3个党之间的协商哦，它是有不同的协商在进行。那国民党3月5号吧，有一次复委，然后接着4月29号，然后另外是昨天有3次，但到后来没有结论啊。那因为他们有反对表决，说表决会伤感情，说不表决啊。那今天韩国瑜召开这个政党的协商，那在协商之前，郑丽文约了韩国瑜见面，韩国瑜也证实了，说的确郑丽文有找他啊。那郑丽文有说说他是主动的啊，然后呢很抱歉造成韩国瑜的困扰跟对韩国瑜的伤害啊。那另外呢，这个到底现在多少钱？数字大家还是重视嘛啊。那郑丽文说找黄国昌昨天夜谈军购，那黄国昌他们认为说呢，你这个 N 是什么讲不清楚 ，N 是什么？因为预算的时候它有个数字来审查，你讲个 N 是很模糊嘛。那郑丽文说好，大家对 N 有疑虑，会写得更清楚啊。那另外呢，这个韩国瑜今年是第4次召集朝野协商了，赖清德又说了，国家安全不能妥协啊。那另外呢？说国民党委员的共识是说，要有看到发价书了发价书才知道你到底要卖我们什么东西，要多少钱呢那赖士宝他提个折中案，他就说呢，好，那么这个第一原来国民党是3800加 N 嘛，3800亿，就3800就按照国民党的这个提议通过，但是呢写清楚上限不要超过8000亿。所以这样呢，主张8000亿的也看到有8000，主张3800也看到有3800亿，所以他就说 N 就是4200亿，因为3800加4200不就8000吗？等等这是赖士宝提出一个这个折中案。那柯志恩在昨天这个协商之前呢，党团他们自己党团协商，跟党团说你不可以把我们卖了。其实现在一般立委都还好，因为他2028才选立委嘛，但是呢，有立委要去选县市长的，像张委员啊，都是啊，吴委员啊，都是啊，像这个柯志恩啊，他们就比较紧张，因为那个牵涉的，因为有一点左右为难啦，真的如果你说赞成国民党的3800加 N， 好，那有些人就骂你了，说你这个太轻松了，就受到中共的压力。那如果你说呢3800亿加 N 太少，应该8000又有一些人骂你了，说你抱美国大腿是美国狗，他现在变成说。票都，所以要选举人1票都不敢少啊，所以他就很为难，真的是很为难。所以柯震就说，柯震呢，因为好像外面说他支持8000亿那结果呢，他留言很多人就骂他骂他说抱美国大腿等等这样现在已经到了，我认为真的已经到了疯狂没有理性的地步了，真的到这种地步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嘛跟你什么反正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现在有不同的讲法了说民众党徐补也怎么样？研拟因为发价数第1批、第2批，说大概加起来将近8000亿加起来应该8000亿所以呢，有民众党传出来说有可能上限是8000亿，因为第1批这个跟第2批加起来大概8000亿，但是呢，国民党郑丽文那边有讲说呢，第1批只有3000亿不到8000亿所以呢，原来说3500亿，现在只有3000亿所以呢，这表示你看那个 N 数字本来就会变，所以他也同意把 N 明确化所以他说跟黄国昌已经有共识了昨天晚上谈的有共识了那另外呢，这个侯友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国防很重要，他在选总统的时候就强调说 GDP3%要做国防预算所以大家应该团结面对，快速审理。国民党应该提出更好的版本。那侯友宜认为国民党现在版本3800加不够好那另外呢，这个媒体也说，这个现在国民党烧出系统漏洞，就是郑丽文在大陆的确是有一些这个红利，但现在看起来这红利已经被耗尽了那因为有系统性的漏洞，我们看一下。跟大家报告，包括我今天又收到了我非常敬重的马文君委员。还有我们的罗明才委员，也都在谈最近的很多的争议，包括昨天的黄国昌主席就在讲，我们讲了很多遍，讲了 N 遍，加 N，那还是很多人觉得说讲得不够清楚，
这样的保证是不是不够具体？是不是因为嘉恩，所以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大家都一视同仁的希望能够把这个嘉恩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我觉得也很好，因为这是在立法的技术上面，我们可以更加的完善，避免任何可能的误会或刻意的误导。来，这个委员到底现在对你们要参选人到底是怎样？选民到底有什么反应？不是，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整个都是政治操作了啦。好，那到底你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说，你不支持1.5兆就叫不爱国嘛？那你现在在国民党里面也有人说，你不支持8000就不爱国，然后你支持3800就不爱国。其实搞到最后，这都是在政治操作啦。哦，你说国民党不爱国吗？其实你再回过头去看，有非常多的特别预算，像我们的那个先进战机，中央政府先进战机的特别预算是将近400亿，或是像那个提升海空战力的特别预算300亿左右，然后防卫韧性的将近400亿，其实国民党都支持啊。也就是说，其实本来我们大家都是支持要有坚强的国防，但所有东西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嘛。你不能说今天大家要讨论一个东西，那就要被贴标签，你爱国或不爱国。那请问一下，1.25兆，那相照如果下次有一个人提2兆，那你是不是1.25兆就叫做不爱国？那而且更何况我们现在同时间，我们有好几个军购的特别条例都在同时进行中，所以刚刚我们的萧副总统他所说到的一个人多少6000块，8年了，其实不是啊，你要加其他的那个特别条例，再加上我们的常规的国防预算。其实是不止，一年就9000亿了嘛。对对，所以是不止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一件事情你这样子简单化一刀切，其实都是愚民啦，都在骗国人啦。所以我一直就我刚刚讲，其实那么多个特别预算，我们都支持。你不能扣我们说我们不爱这个国家。那我也很多次对外说啊，我说我一家老小都在台湾，我家老爸老妈小孩我都在台湾，我也没有双重国籍，我也没有其他的那个绿卡，所以。这个地方的好坏、安全与否、经济状况怎么样，能不能安居乐业，我更在乎啊。那我比任何人都更爱台湾啊。只是说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这个钱是不是花在刀口上。像刚刚那个主持人拿一个手板说，我们要考量到买的武器是不是适合台湾，是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我100%支持我们的要有足够的国防，也支持军购。好，但是我们希望买到的是能交货的武器，以及适合台湾用的武器。好，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啊。比如说，我们买了20万台无人机，但是我们有没有买相关的指挥系统、低轨卫星的这个系统？你有没有足够？到时候你如果都没有这些设备的话，我买了20万台无人机，就到最后。你很容易被干扰，很容易被阻断它的控制，那其实它意义又在哪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一直觉得说，我一直希望国人以及希望国民党内或希望各个不同政党的政治人物，不要动不动拿国家这么重大的事情来当作政治操弄的工具。你要知道。国防跟我们国家安全有很大的关系，买对东西、买错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关联性。今天如果美国愿意向国防部，我们国防部曾经跟美国要求我们买 F-35，如果美国今天愿意卖 F-35给我们的话，2兆特别预算，我也都举双手赞成啊。但是你今天买到 F-16V 是4.5代战机，就我们要面对的中国大陆是五代战机的成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是很多面向的嘛，那就回到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每支出这边支出1块钱，我们那一边就少1块钱，很多时候它必须要平衡，要去思考，所以我一直讲说那2个支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强化国防，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多沟通，这2个东西平衡下去，才有办法让我们台湾能够持续的和平下去。我在那边说我没有不爱国，我更爱这个国家，我更爱台湾。不要动不动把我们扣帽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不要动不动把我们国民党里面的立法委员切说这一群人支持8000，这一群人支持3800。我跟你讲，从来没有当天的会议我有参加，根本没有这个什么谁是哪一个谁哪一个，然后来做表决。这个没有记者胡说八道，自己在那边乱给大家扣帽子的。
自己在那边乱划分的，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啦。来，张委员。那我补充一下，我想哦，大家都爱国这件事情是超越政党的，那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跟保卫国家安全是全民共识。那我们国民党党内哦，我想整个党团里面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团结向外的版本。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民进党见猎心喜、见缝插针，一直不断的在贴我们什么系统性漏洞等等。我觉得反而是透过这样子理性的对谈，然后大家深度的讨论，才是对这个国防预算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我们是真心想要这一笔钱花在刀口上，这笔钱真的能够强化我们国家的安全，然后真的能够落实。那就好像这个舒淇老师啊，他是两岸专家，他就说，其实1.25兆这个国防军购的规模，其实是足以买三艘福特号美国最顶级的航母，这样子的预算规模。那我们要买什么很多的这个小型的有杀伤力的武器等等，到底要怎么买才能够买到这个预算规模？我觉得这是大家所疑问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不管是国民党党内，甚至是蓝白或者是3党，大家能够站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对于国家有帮助的基础之上，大家的去一样的讨论，到底哪一些是我们迫切需要，哪一些其实是不需要的浪费。民进党说，他说赖政府所提出的1.25兆预算规模是基于整体作战需求所提出的规划，是经过长期与美方讨论出来得到的结果。那我就问，既然民党跟美国已经长期讨论出来了，那你给我一份到底美方的发价书的价钱可不可以？就这么简单嘛？你给多少？我相信在野党不会有意见嘛。之前我们看到是3800亿嘛，听说第二波发价书有可能是几百亿，那我就没有意见。既然你们已经花这么长时间跟美国讨论好了，那到现在你可不可以具体说出美国到底要多少预算？是很明显的发价书出来的，我觉得这对于在野党比较好沟通嘛。要不然民党永远就抱着1.25兆不放，1毛都不能少。你知道没有到1.25兆，就是没有台湾价值，就是拖台湾的后腿。其实绿营从上到下一直是如此在说，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性的。所有的价钱大家都可以来沟通，都可以来讨论，没有哪个价钱是不可以改变的。8000亿可以改变，3800亿可以改变，1.25兆当然也可以来讨论。但是对于现在整个氛围，绿营塑造出来的结果就只有一个：只要在野党不管蓝白阵营不同意1.25兆，就是不爱台湾。这是刚委员讲的，是最糟糕的问题嘛。如果你们真的可以拿出美方给我们1.25兆的发价书，我相信在野党会同意。但目前就是没有这个发价书啊。我刚刚提到说发价书是通通讲好了。那你今天买武器，坦白讲，它不是每一样都照我们的意思。所以我头拄来讲，不是去7讲这拢定价，或者拢讲好啊。我就给你买啥，你给我买我啥，不是这简单的物件。那有一些就是说，不，有一些是要去争取的。坦白讲，我讲啊，之前咱买 F16是真是拢买袂到的，还是拢爱经过足侪努力去讲的。那当然说台湾现在基于这种国际地位哈，我也是顾立雄讲说是长期你们跟美方都谈好的结果还有讲这个话是你们长期讲好的结果就是个方向嘛。你说每个细节都已经讲好了，当然没有讲好啊，所以它都包括军购、包括商购、包括伪制嘛。所以这个东西你问陈永康，为什么陈永康是国民党的军事专家，他会讲法会跟国民党不一样？就是有他的差别在。那你说国防委员会里面有一些机密的讨论，我们也坦白讲，我也没看到啦。那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摊开来说，我就跟全世界、跟全台湾宣布，军事的东西不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就说大的方向，我们谈好1.25兆，但是这个细节，所以比如说国民党国防委员会的里面的，比如说针对这个比较机密的东西，像我刚刚讲的，包括一些项目的东西，是不是你们也一些国民党的意见，在那个机密会议去谈，我觉得都 OK。那不是说像郑丽文讲3800加 N， 那它不是民进党不能接受，国民党不能接受，民众党不能接受，大家都不能接受啊。我基本上了就是刚刚这个钟兄提的一点蛮重要的。因为之前我们好像就200多亿美金到现在货都没交嘛，那现在中东战事又很紧急，什么时候交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华盛顿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专户，在银行有一个户所以以后
这个你不能说钱付了半天你都不交货，这也不通嘛。但是你说要罚，他也不会给你罚的啦。谁给你罚？我是觉得他现在有2部分啦，这200亿也不是都付了钱没有交货了，有一些钱还没付。但是以后我觉得就要这个教训要有嘛，我钱存到户头里面去，对不对？那好，那你快交货了。或是你交货以后我再付钱嘛，而不是给了你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交货。我觉得这点不管哪一党都应该坚持这一点了。否则你钱缺的东西不来，不是很其实你讲的有道理，吗但是还有一个实务上的困难是什么？我举一个波音747，波音公司就好。波音公司现在全世界跟他订的飞机哈，它可能还有1000架没有办法做出来。那可能有些有缴钱，有些还没缴钱，有一些缴钱的也还没给，这产生不出来。这个有一些就是商业的问题了。那我讲的说呢，不是每个东西我们理想上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务实上它不见得每一件都如此。因为你给他的钱，他货不交，不跟他没买一样嘛。不是，我也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商业行为，那是两回事。我们现在军务不是商业行为，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啊。不，当然国家安全也是对，很重要。他不交货，这怎么可以呢？反正就是说，因为大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说有至少200亿美金。他货都没交嘛，那这可能是我们需要的。那你今天说台海是的很紧张很重要，那你货又不交，你跑到乌克兰，拿到伊朗不给我们，这点呢，这个我觉得台湾在这一点上还是要加紧的跟美国来沟通。对，这个也需要啦。休息一下就回来。老鼠变成现在的热门话题啊！好，蒋万安说，不管老鼠多老鼠少，全面灭鼠，鼠要全部灭掉不容易了因为老鼠你要躲在暗处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抓到它，而且它们也很聪明。那个药它搞久了以后，第一个它可能有抗药性，第二个它可能也知道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用个笼子嘛，有没有？然后里面放一块肉啊什么，老鼠进去，啪，笼关起来。他们说现在很聪明了，老鼠也不会进去了，已经学聪明了。我知道说都会关我所以它也在进化所以呢，蒋万安现在发下豪语，这不容易要全面灭鼠那另外呢，这个就是政治语言全面灭鼠。蒋万安说先要推一个，等一下问这个李议员，鼠类侦防师说就是这个专家专门抓鼠的知道鼠在哪里也不容易你要知道鼠在哪里也不容易那环境部长彭启明说，他是第一次听到有鼠类侦防师他说还是找专业人士，其实专业人士就是鼠类侦防师嘛。对，蒋万安讲的是一定是专业人士嘛，去来侦防，他不会找一个搞猫，你去抓老鼠哪里抓那不但昨天晚上大家讨论，有人说猫还是有用的，尤其野猫。野猫很会抓，家猫还不一定那另外呢，这个到底鼠是会变成认知作战？环境部长说不会用政治眼光来看谁对谁错那因为呢，这个蒋万安问说，那你现在南部的不是有高雄的鼠，他们是照片不是真的把鼠送来了，是照片，高雄有抓到鼠，说这台北的他说这不是认知作战吗？那这是什么那另外呢说呢？这个环境部说要台北市天天举行记者会报告鼠害，我这就过头了。我干嘛天天？台北市官员没事干那陈进辉委员就说，那美浓大峡谷那时候你为什么每天来报告了？要怎么处理的？因为当时是柯志恩陈进辉他们去举发的了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就蒋万安的这个重要干部他说呢，蒋万安只是用词比较委婉，就被你们骂说给。这个中央他不是这样用的他说蒋万安的用词是我们用的是尊重专家的意见的药，用的是中央核可的用药，结果就说你甩锅给中央，他不是嘛？台北市府不能核准药，一定要中央才能核准药，不止老鼠药，很多药都是这样子我们吃的药也是你说台北市卫生局就可以发行一个药，不可能嘛一定要卫福部嘛那所以呢说网络有谣言但是呢没有看到民进党位置够高的出来。以正视听，这是需要的因为像如果说网络造谣是会被法办的那现在放这个错假消息，怎么没有人出来指证说不可以这样子呢？那另外呢，民进党的议员山田摩一说他的服务处老鼠也来了，说叫蒋万安跟李四川呢，不要从台北到新北，老鼠本来在台北才有，跑到霍元新北。
我告诉你，保证新北老鼠比台北多。第一个，新北29个区、29个乡镇市以前地方大很多嘛，对不对？它怎么可能台北市这么小？台北市老鼠跑到新北去？讲什么话啊？那另外呢，侯友宜也说双北会在鼠患上合作哦。那另外呢，这个陈水扁说他当时怎么灭鼠？当时有老鼠啊，说集中清洁员一区一区大扫除，12个礼拜解决，因为台北市12个区了。这个区大安区哦，先把大安区老鼠杀掉了，然后再到这个中山区哦，再到什么其他的区。问题是老鼠也会跑啊。当你在大安区你要杀老鼠，有一些还是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它不会坐以待毙的啊。那另外呢，说高雄半年发了22吨老鼠药，台北市只有1半，哪里老鼠多哦？他们就用这个药来评断了哈。所以说呢，小心呢操作老鼠，小心回力镖。我们看一下。防鼠患北市大清扫，而要杜绝老鼠横行，蒋万宣布将提供鼠类侦防师协助加护防治。以新北市来说的话，他们是找到这个老鼠的处理老鼠病媒蚊的专业的这个人士来做处理，可能会比较好。我昨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环境部长不置可否，因为他说以他经验、专业很重要。毕竟抓鼠前还得先判断是家鼠还是勾鼠，因为一个吃甜，一个吃咸。令彭启明也否认北市环保局称环境部说没有鼠患这件事。目前来说的话，倒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民众从网络上或各方面看到的我不认为那是认知作战。那如果说只从这个1999那个报案来看的话，其实不见得能够反映实际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鼠类的点阅率在过去这几个月，在环境部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都是点阅率都第1名。但青蓝粉专就反酸，高雄采购的老鼠药比北市多2倍，其中去年底至今已发放22吨，比北市的10吨还要多，怎不见民进党来嘴？高雄是否回应？高雄面积是台北市1倍大，鼠害需求情境也不同。而对彭启明进一步建议台北市比照疫情时期，天天开记者会，让市民安心。蓝营立委陈金辉以美浓大峡谷挖出一堆污染环境的废弃物为例，怎不见部长要求陈其迈天天说明？环境部原来是有颜色的啊，我只希望赖政府只要不要有双标，那我们应该就可以风调雨顺了。安鼠之乱让政坛也因鼠而乱。昨天晚上因为老鼠这话题很热门嘛，所以有好几个开餐厅在群组上就讨论哈。有一个开餐的还蛮有名的餐厅哦，生意很好哈，跟米其林都有关的餐厅哦。好，讲到老鼠，我就想笑，像我们开餐厅的都在1楼。店里面呢，生食、熟食都很多，被发现老鼠有这么好大惊小怪的？拜托，没有老鼠才要大惊小怪。还有人讲说，没有老鼠更可怕哦，因为2种可能，一种是老鼠都不要吃，那个菜那个好吃吗？第二种其实真正可怕，我知道的哈，因为我以前有朋友在美国，他专门干什么呢？就到餐厅卖那个毒那个老鼠跟毒蟑螂的药。很毒那个药啊，所以假如说你看他餐厅怎么可能没有蟑螂？你家里都可能有蟑螂啊，家里不一定有老鼠了，但是蟑螂啊什么这些蚊虫啊什么都有啊。那他餐厅不能看到这种，尤其美国餐厅很严啊，你这种东西卫生当局会处罚你，给你关店了。所以他就用那个药都非常毒的，那个药毒老鼠会毒死，对人有没有害？会不会污染到那个盘碗？会不会污染到菜？都很难说哦。当然不应该有老鼠了。而且事实上，你知道，当我们看到一只老鼠的时候，后面可能有千百只老鼠，你是没看到的，你只看到那只在外面了，其他老鼠躲起来，你看得到吗？不见得看得到啊。台北市怎样？你们跑到新北市去了老鼠啊？台北市老鼠如果跑到各县市去，那我觉得台北市当然要检讨，但是我们也希望那些出现老鼠的地方，它也把它自身的环境赶紧先做好，这很重要，因为那老鼠不一定是从台北市来的。先讲，我无法代表所有的人，但是我必须要说，我知道问了我周围的同仁，大家并没有特别认为在这段时间之内老鼠有特别变多的情况，尤其是在沈摩洋可能代表民党的参选台北市市长之后，并没有这种感觉。但不管如何，我们也根据官方的数据，台北市的鼠害通报也从今年的2月200多件到4月份只有70多件，下降了70多%，这也是官方的数据，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可以来做参考。但台北市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好像没有问题。12个行政区大清消马上就要做下，因为毕竟老鼠多了，让民众感到不安心。不管是真或假，我觉得市府都有责任要把它做好。所以蒋市府的态度非常明确，它就是会让民众活在一个更安全安心的环境。但是老鼠的这些疑虑啊，市府处理完之后，有一些超出
民众所能够理解的言论，我真的拜托某一些人注意一下，知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东西？第一个，有绿营的人建议用荷尔蒙药跟避孕药来灭鼠，先讲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这2种药跟大家报告，中央根本就没有核准，我们无法去使用，所以拜托讲这些话的人，先跟中央确定好之后，能够使用这些所谓的荷尔蒙药或避孕药的话，我们再来讨论能不能够做实际使用的方法，而不要在现在连法规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开始到处放炮。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更夸张的是，有些民众讲啊，他说他是动物沟通师啊，他说他经过1个晚上的访谈啊，跟64只老鼠啊沟通好啊，他们说会答应搬离台北市市区啊。他搬到哪里？那不晓得，他说搬离就对了。然后呢，其他的老鼠因为有自己的生涯规划，所以无法被说服啊。老鼠还真上进啊，还有他自己的生涯规划，我都不知道啊。这些言论已经很明显的超脱，对，只有64只愿意出去啊，这个很明显的帮不上忙啊。但是这种言论让大家看起来就觉得，我不晓得是真是假，但是就觉得是有点荒谬。所以当这个言论一直在发酵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全台湾各县市消灭老鼠方法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去买老鼠药，而且是经由中央核准的老鼠药，有核准过的环境用药，然后在老鼠的窝或者角落里面释放这些药品了。没有哪一个县市特别怠惰，也没有哪个县市特别会消灭老鼠，但偏偏现在就是有一群人硬是要说台北市老鼠非常非常多。我不晓得真的多还假的多，但是当你一直不停的宣传过头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荒谬的言论过头的时候，就会跟之前大罢免的时候状况一样嘛。民众不是不支持，而是民众不喜欢被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而去骚扰。现在我觉得对于灭鼠的问题，台北市政府态度拿出来了，但是绿营如果还要持续攻击下去，那到底有没有效？那请民进党自己评估吧。很多事情要注意啊，要做的恰到好处，避免这个过头了。好，很多时候这个过犹不及嘛。那网络上现在流传要小心哦。假如说到处放老鼠药的话，这2种至少网络上有传，红的、绿的。老鼠药狗吃了会死哈，所以你狗如果放在什么角落啦、什么草里面啦，万一你常常遛狗，对，最近要特别小心。来，徐普，新北怎样？我是在台北啦，松山市。但我对，但没关系。这个古有3人成虎，今有3人成鼠啊，就是说现在好像没有在家里抓到一只老鼠，或者是在网络上扫到，好像说你不住在台北市一样。我觉得这很荒谬的点在哪里？因为今年其实真的1、2月去拜访里长的时候，你会看到里民，那时候会担心去拿老鼠药，因为那时候有传出有汉他病毒这样的状况。可是真的到4、5月的时候，我倒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4月25号，沈伯洋在我们松山信义那一个母娘文化祭，他不是7首诗要出来的时候，那正好蒋万安不是也在，然后就有一个路人，然后突然大喊说台北市的老鼠你都没有处理啊，然后就开始媒体就说蒋万安被呛。就突然之间，沈伯洋就开始讲了说这个老鼠应该怎么处理啊？什么要学纽约啊？纽约的状况大家也知道。然后投荷尔蒙投药，这也是沈伯洋讲出来。然后开始就是有民进党的议员一连串的就发现了老鼠啊，怎么什么状况。所以我说这是10天造鼠计划。明明是1、2月的时候，其实民众比较担心，可是在这10天突然之间，好像台北市到处都是老鼠。我认为这是一个民进党的认知作战的选举的起手式。那你说台北市有没有老鼠？当然有啊，当然因为这个不管是都更或是市场处，这个到处如果市场改建的话，会有老鼠出来，没有错。可是有没有在处理？先前我记得1、2月的时候，那时候还讲说都是因为柯文哲砍掉了什么灭鼠的预算，就后来发现这个事实查核中心说这是谣言，因为加了10倍的预算在市场处，在针对市场的这边来处理。那现在可能又回锅，又到蒋万安这边说没有处理，然后还去比较高雄。那我要帮高雄讲一句话，高雄的这个面积可能是台北的10倍大，所以它投药当然可能会相对比较多。我认同博弈讲的说，大家都在处理老鼠的状况，有没有这么严重？大家其实民众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啊，但是把它操作成政治议题的时候，大家其实心知肚明。2月的时候为什么多一点啊？那时候过年是，过年大家食物啊比较多啊，厨余啊什么可能都比较多了。而且那时候也可能时候不太清，不清，对时间，对不收垃圾，可能那时候老鼠会跑出来。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1月30号是因为曾经有发生过汉他病毒，一个老人长辈死掉的病例，这是25年来第1位，所以我们要去知道，就是说今天不是去怪说哪里很多老鼠了，就这个病例我们必须要注意了。好，那当然就蒋万安说。
全面灭除，这个就是政治语言嘛，这个都是他自己讲的嘛。不过刚刚博弈提到的，就是阿扁的那个区大扫除啦，然后还有那个其中个案以前我当凤山市长的时候，有些个案我们处理过，就是整家里都是垃圾，里面老鼠、蟑螂一大堆的，那左右邻居臭得要死，抗议的那个后来我们就是半哄半劝，就整个会同清洁队、会同警察局，然后整个进驻去把它里面清干净。其实这个部分我相信都还有可能会有，所以可能也要请每县市的首长，就是说你自己的那个里长要拜托通报，这个可以处理还是要处理。继续再回来。王一川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又大发这个谬论了。他说2蒋陵寝移到台北市，都是台北市台北人在办，在拜所以呢，其他人根本就不要去拜2蒋陵寝。既然你台北劳师动众千里迢迢来到2蒋陵寝来拜，移到台北市算了那另外呢，说台北市有议员要组成一个台语副政连线。这副政就是说表示现在不够振兴嘛，要振兴，然后台北市要振兴把台语呢振兴起来所以北市的议员，那他们还是笑说沈波阳的台语不太好，所以沈波阳要加强台语，那就是说蒋万安现在都在讲台语，那你沈波阳要讲公台语我们看一下。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询答，今天国防部长顾立雄进委员会来备询，而民党立委王义川就表示说，他主张要把桃园的2蒋营区移到台北，因为其实在去年国防部就已经低调修正了慈湖大溪管理要点，将叶林改为入营，并删除陵寝字眼，改为营区。于是王义川便主张把2蒋营区移回中国大陆或是台北，因为都是台北人在拜。这算200事件，总讲这个杀人魔啊！要大家去甲因拜拜的人啊，大部分拢是台北啦，规气啦，规个刷在台北啊，甲放到中正庙内底，安尼拜较方便，毋免得搁定期走到桃园去。研究一下，就是讲伊若无要刷转去中国嘛，无一定要放到迄个所在，安尼迄个所在啊，直接改名叫这个威权，威权统治的一个什么馆呐。安尼大家因若要去拜较方便，这建议一下。来，张委员怎么看？2个话题啦，一个台语要不要振兴啦？台语当然要振兴啊。2蒋陵寝要不要搬到台北市啊？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在云林嘛，那我们大部分的平常沟通的语言就是台语。那我从小大概12岁就到英国去读书，所以回来的时候我也是重新学了台语。那我觉得台语真的非常的有趣，而且它的这个音有很多的起伏，然后能够表达的情绪其实很多时候比国语还要多。所以我在云林都是讲台语，然后阿公阿嬷就爱听讲台语耶，所以要唱台语歌啊，讲台语啊，才可以跟他们贴近。那讲上侪国语因为讲听无，对啊。宜兰呢？那宜兰当然就是说，大家不都以这个台语为主要的沟通语言呐。那当然在地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要振兴台语，这不是坏事啊。这任何这种文化传承都是值得鼓励的。所以他说希望振兴这个，我觉得也很好啊。如果说今天那文化局或文化部有相关的补助，当然也可以去申请嘛。那当然不是只有台语，那也有客家人有什么？那其实客语啦，其他语言，甚至我们一些原住民的语言、传统语言，都值得鼓励。鼓励年轻一辈的人把这个语言的文化传承下去，这个是支持的啦。来高雄，台语有八音叫做西好把比搞到唱落。所以伊咧发音迄个较无共款你像无像迄个。国语的四声加轻声嘛，所以那个发音的表示不其实台语足水的啦，香港的香真香，讲一句伊都无共款的声音，所以其实我以前我也推过那个台语班啦，以前我在凤山，我们有市民大学推过那个台语班，事实上台语我感觉今嘛
阮个咧努力的吼，有一个就是讲，迄个通用拼音、罗马拼音这物件吼，这较专业啊，但是吼，这无共款的，有无共派件的意见，我个咧斗努力啦。那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其实台语真的是，这是本来就是我们的文化嘛，我们应该多推动。甚至有人来讲，台语吼，改成讲的伤济，说无像。那个客语我们很重视，原住民很重视，好像台语比较没有那么受到那么大的重视啊，这个我们必须再加强的部分还是要再加强啊。所以怎么样？王宇川说，第一个不要叫陵寝，陵寝要改成营区，所以呢，两蒋陵寝夜陵要改成入营，两蒋陵寝改为两蒋营区，然后搬到台北。我是建议王一川委员继续讲啦，继续讲。我不晓得你这样讲完之后，沈伯洋到底对他是帮助还是负数，我不知道。很明显的，其实他讲到这个两蒋陵寝，不是重点在于到底要不要移入台北，他是又想把两蒋这个议题灌到蒋万安身上去了，要来讨论姓蒋到底适不适合当台北市市长这个问题了。跟大家报告一下。蒋万安市长已经选过2届的立法委员，选过1届的市长了。到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10几年，你还要针对蒋万安市长的姓来做讨论，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已经真的没有效益了啦。全台北市有谁不知道蒋万安市长跟蒋家有关系？如果真的大家不喜欢、不能够接受，市长之前也不会当选市长，也不会现在绿营找不到一个人出来跟蒋万安挑战台北市市长啦。这本来就是如此啦。就到这个时候。在台北市首善之区讲的所谓的起手式，不是在讨论台北市未来市政该怎么做，而是在讨论意识形态以及沈伯洋的发型清不清新。我觉得这真叫笑话，这是叫悲哀啊！台北市的市长的选举从来没有这么的 low 过，但是这一次，民进党从之前提名到现在还无法确定人选的情况，以及现在所有绿营周围的人一直在帮沈伯洋造势的理由跟口号，我真的觉得对于台北人是一种侮辱啊！其实沈伯洋先前说要降低那个仇恨感啊，就是换发型啊，去打篮球啊等等，结果呢？套句少林足球说的，师兄弟都回来了，大罢免的师兄弟都回来了。王一川自己不选桃园，现在要帮沈伯洋做军师。刚才不管是讲台语或是两蒋移领这件事情，其实讲白了就是在做选举的操作，在做意识形态。可是沈伯洋自己想要这样做吗？刚才讲的对啊，蒋万安已经选过好几次了，他证明在台北市，他根本不 care 说你到底是什么蒋家后代还是不是蒋家后代，认为是你自己个人的特质才是最重要。但是呢，现在王一川把他拉进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尾巴咬狗的状态，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其实民进党很多委员他说哇，其实不要发起大罢免，但没有办法，罢团这些师兄弟们说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拼，你不拼的话，你就代表不爱台湾。现在沈伯洋想要极力的摆脱王一川，第一个把他拉下水，接下来你看了罢团的这些过去在他身边的人，一样一个一个会把他拉进来说，我们就是要这样打台北市的选战，我们就是要操作意识形态，我们就是要跟两蒋对抗。看看沈伯洋最后的票数，看看沈伯洋现在心里是会不会瑟瑟发抖。接下来再回来。好，新北市长侯友宜现在密集挺李四川哦，因为他们以前呢，同时都做朱立伦的新北的副市长哦，也是同事啊。那他现在密集力挺，而且公开力挺。他说要选能够延续建设、有执行力的人哦。的确，去新北很多建设什么都需要这个继续的哈。那另外呢，因为这个吴宗宪啊，现在跟张胜德也这个说要打破外界不实传言。那张胜德说要全力支持吴宗宪啊。那现在就说蓝他们说整合哦，蓝白整合了。那蓝跟蓝之间啊。主要就是说，因为当时初选会不会有一些心结哈？那所以呢，怎么整合蓝哦，是一个考验，这是自由时报讲的哈。那另外呢，对不起，另外呢，宜兰蓝白整合出现，那吴宗宪说，有人说他是空降，他说我空什么降？他说哦，他这样讲哈，他说难道不是宜兰出生叫做空降吗？那赖清德在台南，陈水扁当台北市长，甚至呢，宜兰出生的陈菊到高雄，那这是空降吗？哦，什么叫空降呢？哦。那另外呢，这个吴宗宪说，现在民调好像跟林国璋好像我想差1%还是多少哈？他说要加强政策宣导哦，来抵抗府院大军哦。他后面有
说对手后面有民进党的大军在后面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回击，林国章是被劝出来的，民进党说不要打口水战，他是自动出来，什么被劝出来啊？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的评论是说，宜兰现在是1打3，所以吴宗宪不只跟林国章在打林国章，后面还有其他的人哈，我们看一下。等一下，我们时装副市长会来致辞，我就把棒子交给我们时装副市长哈，我们大家用热烈掌声，谢谢他。要把麦克风还是市长交棒下去？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席话有双重含义。希望年底有机会为新北的建设来打拼。期许能跟建筑师一起为新北打拼。不过李四川老家小琉球的一块土地却被爆出违建争议，有地方人士向周刊透露，李四川名下一块农地8年前盖起的铁皮屋，共分隔4间店面，包括餐饮、车业、水上活动、零售业等，但都不是农业用途，甚至一度由李四川胞弟李四福家族成员经营餐酒馆。土地原则上是我继承而来的，而且是除分的。我除分的土地我没有去盖铁皮屋，是违建的。我想这个该拆就去拆。远在小琉球的家族土地遭人搜证爆掉，李四川不拐弯抹角，违法就拆掉。好不好？这个中宪委员也在新北服务过哈，是，所以对新北很熟。现在到宜兰来讲讲看。是，我想我这个当然我第一个先提到，就刚刚那个赵大哥拿一个说什么我酸这个林国章什么的，其实没有酸呐，这不是酸，我觉得说记者下标都下得很奇怪。那至于说这个林律师是被劝出来，我想这个已经有很多媒体，还有包括林律师自己过往也有提过，还有一些民进党在地人也都洋洋得意说，哎，我成功达成了这个任务嘛。好，那这个我想说对选举来说不是重点。那我想这段时间啊，我们在宜兰其实也看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这个林律师他的广告嘛，那还有就是总统、副总统啦，这些院长、部会首长，甚至还有教育部长带着这个候选人就进到学校里面去辅选。那我想这个执政党会这么做，这个也无可厚非。然后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出来抗议，但是在我来讲，我觉得行政资源的大量浮选违反那个行政中立，其实这是一个现实啦，就我们去面对就好了。批评再多，抱怨再多，是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民进党不会因为你说他违反行政不中立，然后违反行政中立，他就会收手。所以我们就是去投入、去面对、去好好的去做好了。那其实刚刚讲到那空降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民主化几十年了，早期他操作本省人、外省人，操作非常久。那现在我们在宜兰，他操作，你是不是身份证是不是 G 开头，是不是在宜兰出生？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反民主的一个行为。台湾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嘛，我们这个海岛型社会其实很开放，然后我们因为人才一直聚集在这里，所以才会变成一个，才会造成我们台湾的经济奇迹，还有一些民主的奇迹啦。那我很无奈，就还有人在刻意操作这个。我要讲一个，就是其实我前年就在宜兰服务了。我当立法，因为我很爱宜兰，所以我当立法委员第一件事，我就跟其他人说，我要以宜兰为我的责任区，你们都不要跟我抢。好，那我宜兰是我责任区之后，我就在当地我就直接讲，我要以自己是一个区域立委的态度来去为宜兰付出。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不管是什么罗东宫保地60年解编不了，或苏澳上架场20年搞不定，还有海边的风力发电机的出来抗议，还有高铁要求交通部来开说明会等等，非常多的甚至像苏澳西分洪道等等的那个招标的执行，这些都是我一直不停的在做所做到的。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宜兰哪一处没有看到我努力付出的痕迹呢？好，那当在做这些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选举嘛。那在当地1年多之后，有人开始劝进说，我们应该要投入这个选举，那我们才开始转变想法。那我是不是已经在这边奋斗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朝向这个方向去走？那很糟糕，就像刚刚讲的，赖清德、陈菊、游锡堃也都是在别的城市奋斗，而且做得非常好。那我想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选择出身，但是我可以选择在哪奋斗。这一句话也是赖清德讲，所以我觉得我是新宜兰人，我是新宜兰人，并不是什么空降。我会用政策让宜兰壮大，那我也会用各县市的资源合作来让宜兰更加的强大。那我让宜兰走新的路。
我想选举当然五花八门啦哈，那选举都很难去预测什么样的结果哈。不过刚那个我也想提醒钟宪，就是说你努力付出的痕迹，当然这个是不错啦啊，那这个其实才是胜选的重点啦啊。那当然就是你举的例子可能有一点不太恰当的，就是说赖清德、陈菊还有陈水扁。其实他们都在地，陈水扁是从议员、立委就常年都在台北市，赖清德是从国大立委也常年都在台北市，陈菊是从美丽岛是桥头世界，美丽岛世界就在高雄市。长短先来。对，所以我就说哈，如果你用空降这个概念，对啊，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对，所以那5年你是对还是10年算？对，所以我就说这是你是对那个名词的问题嘛。好，那。事实上，他们都在这3个地方都耕耘很久了，啊，所以当然就是你这部分去这几年，这1年多嘛，你去那边耕耘，我们也给予肯定嘛，好，但是你如果说拿他们比较，我当然就说这个比较是还有蛮大的差距了。张委员，所以我是好，就是建议，反正还是落实，那这个乡下地方那个选举还是。人情世故啦，哈，那深入基层，那个其实还是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一切都要有开始啊。那钟宪他直言敢说、勇敢正义的形象，我想是深入这个宜兰基层的。那他如果没有开始的话，你知道10年后他也可以说他已经就是。整个是宜兰人啦，他现在是新宜兰人，未来他就是长长久久，所以一切都要有一个开始。那他的形象，我想，是很被宜兰人接受。那我最新情报就是我们党团协商有一个这个结论，应该是朝8000亿，就是现在三党的共识应该是朝8000亿。好，这个我这是看到蓝白合作的各个县市，尤其在宜兰这边，我觉得是配合无间的。尤其是吴宗宪委员，其实过去的形象，我觉得一个正义，然后第二个很理性，这在我们的支持者其实。